好冷，好饿，水。大牛，二牛，三牛，四牛，我的儿，三牛。大师说的果然没错呀，他们娘命硬得很，克夫克子又克孙。老人命硬，惜的就是他们年轻人的福气。老话不是都说吗？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都快60岁的人了啊，活那么大岁数还不够吗？啊，都已经摔得不能动了，为啥还不肯下去见祖宗？非要他们亲自动手？哥，老三，娘哥。娘啊，你那里还藏着私房不？告诉我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我没有钱，银子和地都给你们了。没银子是吧？您老就在这好好安享晚年吧。你个不孝子！娘，敢问现在有一个儿子来伺候你吗？他们就孝顺？你不是最疼大哥，对他们一家子最好吗？他咋不接你去县城住，咋不给你养老呢？为啥这些年你是跟我住呢？咋样？死了没？还活着呢，还跟我说他饿，要吃的。咋还不断气啊？大哥还等着馅儿回来奔丧呢。他不死我有啥办法？还能把他掐死啊？要不我把老娘……哎，二哥，你可别犯傻！你忘了大师说啥了？他克我们所有人，你不怕死，我们怕。老头子，你走的时候咋不带上我？他生了4个儿子，膝下孙儿满堂，却没一个能为他养老的。老头子，我来找你来了。娘死了，二哥三哥，娘死了。陈氏睁开眼，娘，你总算是醒了。听到你晕倒在田头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。娘，这是哪儿？咱们家呀，你和爹的屋。娘。1个时辰后，陈氏终于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。他重生了，重生在自己36岁，身强力壮，家里最穷最难的时候。想到上一世自己悲惨的结局，他就抑制不住的全身发抖。看着年轻的孩子，他做不到不管他们，可是这几个白眼狼比狼崽子还狠，管了他们，死的就是他和老头子。哎，老婆子，你咋样了？啊，还好，就是有点头晕。老头子，咱们要不早点去吧？你说啥？我们早点走吧，与其活着受罪，不如早点投胎去个好人家，我们俩一起走，还能做个伴儿，你说好不好？你发烧了，说啥子个疯话？孩子还小，咱们怎么能走啊？老大不念书了，老三老四不娶亲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老头子，我带你走吧。哎，你别发疯！老头子，我来陪你了。老徐。什么老徐啊？我名是你能叫的？我陈如。老陈，你怎么穿越了？老头子，我以前跟你说过的。穿越？哎呀，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明知缅国不是啥好地儿，还拉着你来捡漏，结果命都给捡没了。哎呀，怎么就能地震了？那么大的地震，山崩地裂的，你说咱们俩怎么就能嫩倒霉呢？你没学老头的记忆吗？我都有原主的记忆，你闭眼回想试试。想到晚年被冻死的原主，重生之后绝望到重新自杀，陈如不由得唏嘘啊，养儿子养成这样，还不如养条狗，起码还会对他摇摇尾巴。别愁了，咱们也不是不能重新创业，有4个壮劳力，肯定可以好起来。甭提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老头子，
这4个全是白眼狼。原先那个陈如就是被他们冻死加饿死的，连碗水都不给亲娘喝，死前几天滴水未进，活生生冻死的。你说还是人不？所以原主收不住啊，重生回来拽着老头子一起撞墙了。老伴儿，既然4个是畜生靠不住的，咱们就靠自己。哦，对了，老陈，咱们这是传到哪儿了，你知道不？大圣朝，应该是历史上没有的朝代。咱们以后说话注意点啊，你也别再老徐老徐的叫了，叫我老头子，我叫你老婆子。哎，老婆子，你手里头有多少银子啊？23文。23文，一家子就这么点钱，喝西北风都不够啊！没记错，前阵子给老大那个混蛋玩意儿交束修了，银子不够，还是卖了家里的粮食凑的。还有1个多月就要入冬了，可咋整啊？我再想想法子。咱们俩现在先养好头上的伤，银子的事儿后头慢慢想。只能如此了。爹娘，你们醒了吗？要死了呀！大白天的叫魂呢，给老娘滚出去！老娘吃炮仗了。徐老二小心地退出屋子，老爹都被砸得躺床上了，他可不敢惹了老娘啊。你安心走吧，我不会帮你照顾几个儿子的，我会帮你照顾好大闺女的。咋样，有记忆没？原来的陈氏对4个儿子护得跟眼珠子一样，你刚才嫩凶，他们会不会怀疑啊？怀疑个屁！我跟你说啊，老头子，还是咱们无儿无女无牵无挂的好。要是生这么一帮冤孽，会活活气死。是这个理。4个兔崽子，你咋想的？我想全丢出去，就咱们俩过。怕是不那么好分，2个小的还没成家，先把2个成亲了的丢出去。老二还好说，老大怕是不好丢。那小子猴精，知道自己翅膀还没硬，现在要靠咱们，怎么会轻易分家呀？爹娘，你们醒了吗？进来。爹娘，快喝药吧。放下吧，出去吧，我和你爹再躺会儿。没想到咱们俩给人开了一辈子药方子，到了新地儿就被赐了一碗药。古代的药味道就是浓。呸！这里的赤脚大夫开的药忒苦呀。以后咱们家就靠你了。咱们养好了身体，去后山转转吧。咱们俩的身子都是操劳过度，严重营养不良，气血两亏。若是不好好养着，怕是会影响寿命。你咋确定床上躺的是我？我都来了，咱俩差不多时间死，你还能不跟来吗？不过我也不是完全确定。如果不是我，你打算咋整？跟他过下去？我说啥？我都想好了，不是你就和离，到处找找看你是不是也来了。要是真找不着，就找个地方隐居。爹娘，吃饭了。整天鬼叫的，就嫌你嗓门大，一说话就跟放炮似的，是吓死谁啊？对不住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嗓门大习惯了，我以后小声点。以后在家不许咋咋呼呼，进屋敲门，允许了才能进来，知道吧？是，我都记下了。娘，今儿个怎么这么少啊？就是啊，娘，你看看就这么点儿，我也吃不饱啊。这小娃子哪里需要半个窝头？来，分三叔一半。咋的？不满意？一天天光会吃，干活蔫儿吧唧的，净想着偷懒，要你有啥用啊？爱吃不吃，不吃滚蛋，别在老娘面前碍眼。嗓子难受不？这年头的粗粮真难吃啊。老徐，老头子，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挣钱才行啊。这世道咱们也没混过，咱们也不能去给人治病，也没本钱做生意，只能跑后山空手套白狼了。老婆子，就是几个兔崽子，咱们都不好摆脱呀。娶了媳妇儿的全部分掉，这样咱们就能摆脱掉3个，还有一个过2年也能甩掉。老三的亲事你定好了？没有，过阵子找个媒婆，随便找个进门就好了。你说咱们吃嫩差，啥时候才能养好身子呀？家里不是还有鸡每天下蛋吗？是哦，老二家里的。娘，炖2个鸡蛋，我和你爹一人1碗，其他人不许偷吃。咋的呀？我们2个老不死的吃个鸡蛋都不成吗？不是，我马上就去。
二嫂，你在做啥呢？嫩香。二嫂，你偷吃鸡蛋，我这就是告诉娘去。二嫂，你蒸鸡蛋，爹娘知道吗？就是娘让我蒸的。二嫂，撒谎麻烦也撒个像样的，行吗？真的，真是给爹娘的，我发誓。哎，二嫂，啥都不说了啊，我们都懂。今儿个呢，这2碗鸡蛋羹我们就端走了，这事儿啊就当没发生，我们也不为难二嫂，只不过下次再偷吃，别忘了我们的份儿就成。哎呀，3弟4弟，真是娘要的，我不能给你们。鸡蛋，你们偷吃鸡蛋。娘，锅里有鸡蛋，我要吃鸡蛋。你几个意思？大晚上趁着大家休息的时候偷蒸鸡蛋，我端1碗走了。不行，大嫂，鸡蛋是给爹娘的。你糊弄傻狍子呢？你看我像缺心眼的吗？二嫂，还有1碗，我们俩兄弟分。你们不能。你们干啥呢？娘，二嫂偷吃蒸鸡蛋。是啊，娘，今儿个是被我们逮个正着。咱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指不定大嫂偷吃了多少次呢。鸡蛋羹是我要吃的。你要吃的？娘，鸡蛋是您要的呀。有为啊，最近想鸡蛋想到晚上睡觉都咬舌头。您看他最近瘦了多少？当家的回来指定心疼死了。还不赶紧把鸡蛋给我送屋里去，2碗，一点都不能少。娘，我也饿。还不快端进来！怎么，我和你爹的口粮你们也想抢？不是，娘，我们……我要吃鸡蛋，我要吃鸡蛋！你个死老太婆，老不死的，你还我鸡蛋，还我鸡蛋！老大媳妇儿，你觉得我这个老不死的不配吃鸡蛋是吧？不是的，娘，我没有，我对您有多尊敬和孝顺，您还不知道吗？管好你孩子的嘴，再有下次我就撕烂他。他们几个不消停了？看见蛋羹眼馋了呗，眼皮子浅又黑心的玩意儿。老头子，赶紧的，咱们快吃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看见蛋羹就一直流口水，哎呦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怎么这么馋呢。要不我的分1半给你，你身子虚，多吃点。说的好像你就不虚似的，赶紧吃。咱们家1天8个鸡蛋，咱们以后早上2个，晚上2个，还剩下4个留着卖钱。明天呀，让儿媳妇炖好，加点葱花，哎呀，更好吃。想不到咱们俩混到这份上。没事儿，以后都会有的。别人穿越都有金手指，他的呢？在哪儿呢？下一瞬，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大概20平左右的空间。我操，金手指来了吗？老婆子，来泡个脚。老薛，咱们的金手指来了。老伴儿啊，你咋恁能干呢？以前就说，要是能有个放东西的空间，就能把东西随身带着。你梦想实现了。爹娘，咱们吃饭了。来了，一大早的叫魂呢！有鬼啊！他低头看着水缸里的人影，魂都没了3分。我操，原主他就长这样？这么磕碜徐老头是咋下去嘴的？还剩这么多呀？他可真不挑啊！哎，咋了？不舒服啊？哎，我来舀水，你过去等着。咋了？他怎么会这么老，这么丑啊？哎，没事儿，等咱们有银子了，保养保养就好看了。人靠衣裳，马靠鞍，皮囊啥的都是小事儿。你还年轻，以前就是累的，吃的差，太瘦了。人瘦不就褶子多吗？你看看我，脸上都能擀面条了。别愁啊，等以后我给你做几个中药面膜，天天敷脸。老大家里的每天收的鸡蛋都拿我屋里，还有每天早上蒸2个水煮蛋，晚上蒸2碗蛋羹。我和你们爹伤得严重，不补不成呢。我也要吃鸡蛋，我也要。娘，你和爹一天要吃4个蛋，怎么不能吃？你们都觉得我和你爹没资格吃鸡蛋，活该病死是吗？不是娘，我们是觉得大家都该吃。咱们家1天8个鸡蛋呢，你儿子我和老四还在长身体，大哥二哥家的孩子也在长身体。想吃鸡蛋没问题，你们自己买鸡仔自己养，谁养大的鸡下的蛋归谁呗。
娘，你逗我们呢？现在哪里有什么鸡仔卖？就是逗你们又咋样？老大家的，把鸡蛋给你二弟妹2个，剩下的拿屋里去。昨晚我跟你咋说的，你忘了？我想吃鸡蛋。一会儿他们吃的时候，你凑上去找你爷，就说你也想吃，让他分一半给你。1天4个鸡蛋，吃了也不怕噎死。2个老东西还真会糟践东西，能行吗？你奶这几天啊，脑子撞坏了，你别招惹他，等你爹回来就好了。爹啥时候回来？等他学堂休沐。爷爷，我想吃鸡蛋，你给我分半个成不？徐老头扒掉了鸡蛋壳，在一家子的注视之下，一口把鸡蛋全部塞进了嘴里。你爷奶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能吃多少？你们还年轻，好东西以后有的是机会吃的。爹娘还年轻，一定还能吃很多年。以后我每天蒸鸡蛋给你们吃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你们几个一会儿就去地里干活，浇水、除草，马上就要秋收了，马虎不得。老大家里的，一会儿你去打除草，以后家里的鸡和猪啊就由你来喂了。老二家的在家带娃子、做饭、洗衣。娘，我打不了，2个孩子放不下手。我不是说了，孩子老二家里的带，打不了。家里的猪每年卖的银子都谁花了？卖鸡蛋的银子都谁花了？都喂狗了吗？你跟我说你打不了，你在娘家没打过，咋就进了我们老徐家就金贵起来了？娘，你不干啊，就带着你孩子进县城招老大吧。我们家呀不养闲人。一大把年纪和一个小娃子计较，心眼儿比针鼻还小，不要脸。是，我去打就是了。老头子，我怕我熬不到晚上就饿了怎么办？没事，饿了让老二媳妇儿给你做吃的。后院好像还有几个黄瓜，我摘2个来。成。奶，你吃的啥？好吃吗？这孩子呀，已经被他爹娘教坏了。长大了可以说是六亲不认啊。这大儿子呢不学无术，因为有当秀才的爹给他撑腰，在县城倒也找了一门好亲事。他们闺女也是啊，这2个孙子孙女对他，哼，长大之后奶都不叫一句，嫌他丢人，成亲都没有叫他。除了眼前的俩货，韩氏之后还生了2个。都说狗生狗，自己是狗东西呢，生的4个孩子就没有一个有人样。娘，起来，我们饿，快给我们做吃的。娘，我要吃鸡蛋。你走的时候，爷奶都吃黄瓜了。你不是说黄瓜还小不能摘，为啥能吃，还吃得喷香？娘，你快点起，我快饿死了。妹子，走，我知道咋能叫醒娘。大宝，你疯了！大宝，你带妹妹出去，娘换衣裳。娘，我们饿，一会儿吃饭了再忍忍。你现在就去给我们做吃的，要不去摘黄瓜给我们吃。大的不都摘完了，剩下的再长长。你骗人！奶上午还摘了吃了，跟爷爷一起吃的，他们为啥能吃？大嫂，你鬼叫啥呢？还不是大宝早上没吃饱，给饿得睡不着。我割猪草又累得不行，这滚犊子玩意儿竟然一瓢水浇我头上了。咋咋呼呼的闹腾啥？老大家里的还坐着干啥？没瞅见盆里全是你家脏衣服啊？娘，衣裳不是二弟妹洗的吗？一天天懒丁不挪窝，啥活都指着别人干。老二家的欠你了，还是你给人家银子了？你们以后所有人的衣裳都自己洗，谁再让你们二嫂洗啊，谁甭吃饭了。二娘，我们又没媳妇儿，谁给我们洗衣裳？要不你给我们洗？老娘该你们的！哎呀，娘，你干嘛打我们？我们哪句话说错了？你们俩懒驴上磨屎尿多的玩意儿，自己没长手啊！老二家里的以后不许再帮他们洗衣裳，除了我和老头子的，其他人的全部自己洗。哎，好。婆婆这是心疼她多干活了是吗？哎呀，婆婆咋对她能好呢？那以前不都是二嫂洗的吗？为啥现在就不行了？娘，我们不会洗。吃你们咋就会呢？不洗就一直穿自己的脏衣裳好了。大嫂家的衣裳不也是二嫂洗的吗？哼，我不管以前咋样，以后都给我自己活自己干，
自己屋自己扫，自己衣裳自己洗。娘，大宝饿了，饿了你自己不会想办法，我又没奶找我能干啥？走进屋。娘，我们饿，饿，就知道吃，饿死鬼投胎的你们！我不要，我饿。饿了不？啊，有点儿。三哥，爹娘咋回事儿？兴许是大宝骂他们的话往心里去了。难道是生病的时候气咱俩没管他们，还拦着二哥叫他别去请大夫？他们都昏了，怎么可能听得到？老四啊，咱们不能继续让爹娘做下去了。要吃可以，得全家都吃，最起码咱们俩得有，你说是吧？自己家下的蛋就是香，鸡肉肯定更好吃啊，老头子。有2只不咋下蛋的，要不咱们杀一只炖汤喝？你想吃就杀。明天上午杀，咱们俩中午吃鸡。当家的，爹娘叫你干啥就干啥吧，其他的咱们不过问。后日地里的活差不多就忙完了，别去山上转转，看能不能打只鸟，给咱们二宝打打牙祭。打到了还不都是一家子的，一只鸟一人1口都不够。我在山上烤熟了带回来，咱们二宝躲屋里吃。听你的，咱们把门插上偷偷吃。第二天，老头子也不知道大姑娘得咱们操多少心。反正现在不用管，等他死了男人再去接人就是了。我觉得身子好多了，咱们啥时候上山呢？再养几天吧。老二家里的接他们的衣裳了吗？没接。老二家里的一会儿去把那只不太下蛋的鸡杀了。杀鸡？啊，杀鸡。你去抓来烧锅水，我来杀。好。这么肥，一定很多肉，屁股这么翘，咋就不下蛋呢？估计是懒的，不是个省心的。和这瞎子人一样。爹，鸡腿能给我吃吗？没有，腿是你奶的。鸡肉呢？给我1大块鸡肉不？鸡肉是我的。我们吃啥？地上的鸡毛，你们捡着玩去吧。你敢嚎一声试试，看我会不会把你丢出去。我也一起写过，肠子不好写。你一边乘凉去，又不急，我慢慢来就行。哎呀，可惜没辣椒，要不然来个辣椒炒鸡杂还是很不错的。没辣子就算了，盐巴就灌底一点了。咱们一会儿的鸡汤都喝不到咸味儿。盐都没有？古代盐贵，还好有生姜去腥，咱们就凑合凑合吧。行吧。我把最肥的鸡油割下来炼点鸡油。成。二哥三哥，你们闻到肉味了吗？一天到晚的就你嘴馋，咱家哪来的肉？要不你自己割一块给咱们解解馋。我真没闻错，你们闻闻。哎，好像真有肉味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们看咱们家的烟囱，这个时候咋冒烟了？炖肉了？啥时候买的？爹娘，你们煮啥呢？嫩香。炖鸡。今天吃鸡？正好，我也好久没吃鸡了。娘，给我一个鸡腿吧。没你们的份儿，都是我和你爹的。娘，这么大一只鸡你和爹全干了？我和你爹大病一场，想吃点好的补身子，怎么不行吗？补身子也不用一整只鸡啊。娘，咱们一家子分着吃成不？滚出去，别碍着我干活。娘，不孝子，有点油心就上门，出一点点事，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嗨，甭生气，他们孝不孝顺的和咱们没关系。三哥，怎么办？一锅鸡汤咱们连个鸡骨头都捞不着。老四，那天爹娘昏倒的时候，你确定是真的昏了吗？应该是吧，看着是没反应。怎么了？应该是没昏倒，听到他们说不用请大夫的话，记恨上了。哼，他们凭什么生气呀？家里一清二白的，拿什么请大夫？不是他们打肿脸充胖子，死活要供大哥念书，家里会是现在这样？吃不吃鸡的，徐老三不在乎，他在乎的是春儿，他能不能够娶到春儿？合着报复他们呢？
他无所谓，只要帮他娶了媳妇儿就成。韩氏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在院子里头疯喊：鸡明明说好了是给当家的补身子的，他们怎么能吃呢？怎么敢吃啊？吃就算了，竟然连个鸡屁股都不分给他们。你叫魂呐，让你打个猪草很不满意是吧？不想干就滚出去，再鬼哭狼嚎的，一家子全搬出去。老伴儿，有钱了咱们就搬出去吧，太闹腾了。我也这么想，村委没啥人，咱们就搬去那儿吧，买块地，盖个4合院，再买几个下人。哎，咱们现在还年轻，天气好的时候就到处走走，旅游。哎，咱们得先挣钱呐。鸡汤好了，咱们就在这吃得了。腿咱俩一人一个。啊，我吃鸡胸肉也一样，主要还是汤补身子。剩下的咋办？放你空间里去，咱们平日肚子饿了吃。等咱们有钱了，多存点熟食放进去。老头子，空间的小碗里多了一滴水，你说是不是洗井罚水的灵泉水呢？老婆子，要不我先喝试试毒？不要，今天咱们好不容易吃了顿好的，万一喝拉肚子了咋整？明天吧，消化完了咱们一人半滴。走吧，咱们回屋。睡吧，折腾大半天还怪累的。鸡呢？爹娘吃完了。老头子，我去趟茅坑。小心点啊。老头子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咱们必须把那个茅坑给换了。等咱们有钱啊，就直接搬走。这鬼地方谁爱住谁住。等秋收后闲下来，我叫老二再挖个坑给咱俩用。大冬天的去那里确实太遭罪。这样最好。我就不懂了，一个坑挖嫩深干啥？看得我眼晕，蹲在上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嘿嘿，这样才能多存点肥呀。比咱们当年下乡的厕所还吓人呢。确实是。7天后，就说他是灵泉水了。他们俩都是中医，每天都会互相把脉。这几天他们身体的暗疾都在慢慢修复，虽然缓慢，他们还是感觉到了。过2天就要滴下第2滴了，咱们过2日又能再喝半滴。这次你喝，下次我喝。哎，不要，每次一人一半，要不大家都不要喝。成，都听你的。咱们明天上山。啊，身子养得差不多了，是该出去活动活动了。娘，过去是秋收，咱们咋安排啊？过2日老大就回来了，这次秋收就你们4兄弟干吧，我和你们娘身子骨不行，估摸着干不了重活。嗨，这次一病啊，怎么都不见大好，还是这疼那儿疼的。左右家里的人也多，老二家里的你也去地里干活，老大家里的负责在家带孩子，打猪草、做饭、洗衣、喂猪喂鸡。这样安排，你们觉得怎样？娘，大牛要念书，怎么有空下地呢？念书也不急于一时，他1年到头都要念书，偶尔也要歇息几天，让脑子清醒清醒。再说了，当今圣上重视民情，老大帮着家里秋收，也是体验百姓辛苦。若他日做了官，必能更好的为百姓谋福祉。不是娘，大牛他干不了那些。咋就干不了了？咱们家从他出生就是泥腿子，每年除了种地就是种地，他怎么可能不会啊？他是家里头的老大，凡事都干在前头，为弟弟做榜样。还有你，韩氏，你是大嫂，都说长嫂如母，我和你爹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也不好，家里头的事你该多操心才是。这个家以后就要靠你和老大操持拉把了。不是，爹娘你们还年轻着呢，我啥都不懂，哪儿就能操持家里了？还是得有你们撑着，你们在，我们才有主心骨。爹娘，秋收你们真的不管了？不管，好不容易把你们拉拔大，我们现在只想过几天安生日子。这次呢，就当是给你们一个考验，看我们不在，你们干的咋样？爹娘相信你们都是能干的。先说好啊，我不管你们平时咋样，
秋收时候不许多揽，谁多揽呢，谁就给我滚出徐家。爹，你觉得呢？大牛一个念书的，真能下地啊！听你娘的，老大是该好好干干农活了。不是爹，当家的学业真的很重，他平日不敢休息一天，知道家里不容易，就想早日考上，让大家好过一点。我就是看老大念书辛苦，才好心让他歇歇。行了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听你们娘的。老二家里的，你多做几个窝头，鸡蛋都煮上。我和你们爹一会儿要上山，我们可能到日头下山才回来。哎，娘，你和爹的身子骨不是不好吗？上山干啥呀？我们乐意出去走走，需要你管。一会儿吃完饭赶紧出去打猪草，家里柴火也没多少了，你再去砍几捆柴回来。柴火不都是男人砍的吗？随便你吧。黑子，你伤好了？啊，好了。你下地呢？这不马上秋收了吗？伺候好一些，兴许啊能多收几颗粮食啊。哎呀，村民真热情。以后啊，咱们还是尽量少出门吧。我跟他们唠不上嗑。你话少，大家都知道，不想聊就不聊呗。以后可能找你唠嗑的更多。好像原主是有好几些个姐妹，尤其是住在他家旁边的曹氏，跟原主啊最为亲近。之前曹氏几次三番的劝诫过他，不能把地全分了，不要对老大嫩上心，看着不是个靠得住的，因为大家说的大实话他都不爱听。两人吵几架之后，曹氏便不再跟他来往了。可是等他分家住茅草屋之后，他没少来接济他。只可惜曹氏走在了他前头呀，他死后，原主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。作孽呀！村里的后山，咱们别进太深，万一有野兽，真就交代在那儿了。啊，我知道。哎呀，白天可真热呀。快凉快了。等天冷的受不住的时候啊，你就想现在的太阳了。你说的也是，这里的冬天比咱们以前在东北旅游那会儿子好像还冷。所以咱们得赶紧挣钱，今年盖房子是来不及了。咱们住的破屋修修，起码得不透风，再把家里的炕整整。老破炕不知道里头是堵住了还是咋的，这2年好像都不咋暖和。老婆子，松茸。哎呦，真是松茸啊，也不知道这里人吃不吃。老头子，天麻。哎，我来。老头子，咱们以后卖个农庄种药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笑啥呀？没啥，你挖你的，甭管我。老婆子，你看，嫩的。我的个乖乖，老头子，这天麻一个就不止1斤吧？起码1斤半。有了第一个收获，后面再找好像就没有那么难了。车前草、苍竹。老婆子，咱们该下山了。哎，走吧。老头子，咱们明天还上山。这几天都上山，他们忙秋收的时候，咱们就去县城一趟，看看能卖多少银子。卖的时候打听打听哪家厚道。您说的没错。爹娘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咋那么晚不下山啊？我都快急死了。你们再不回来，我都打算上山去找人了。哎，山上许久没去，一时间忘了时间。爹娘，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们都快饿死了。就是啊，娘，大宝都饿哭了。你们下次能不能别一出门就找不着人呢？娘，你跟爹上山干啥去了？咋就去了1天？去打猎了？妈，我和妹子快饿死了。咋的？我们现在出个门还要你们同意？我和你们爹吃口饭还要看你们脸色是吧？晚回家一会儿耽误你们了是吧？娘，我们没那个意思，就是担心你们，山上到底不安全嘛，是吧？就是这样没错，刚才我们还在商量要不要上山找你们呢。娘，天马上要黑了，咱们吃饭不？爹娘，走了1天乏了吧？泡泡脚再睡。老二啊，辛苦你了。嗨，就1盆水的事儿，辛苦啥呀？爹娘不嫌弃，儿子愿意天天给你们打洗脚水。你是个孝顺的。你怎么了？嘿，爹刚才夸我孝顺，媳妇儿，
爹刚才夸我了，娘也跟我说辛苦了。真的吗？当家的，咱们孝顺爹娘，他们还是能看见的。老婆子，原来的婆子真是被几个儿子联手搞死的，老二也参与了？我见着不像啊。这还能记错？你不知道原来的陈氏多绝望，到现在每个片段我闭眼就能感受到。人心易变，看着挺憨厚的汉子。老头子，咱们谁都不能信，咱俩以后踏实过日子就成。哎呀，想想我们俩还不到40，我就开心。就是吧，这里咋的都得选个儿子养老，全分光我们愿意，族里也不会肯，所以一直在想留哪个。我们再观察观察吧，擦亮眼睛好好瞧瞧。都分了也没事，老四还得过几年成亲，等他成亲的时候啊，再定一个养老的也不迟。左右老大不能留，先把他丢出去再说。还有老三。老三想娶夏青儿，他们家要500文聘礼，咱们给他娶吗？跟他说清楚，如果他非要娶那丫头，500文我们可以出，他必须成亲后立刻分家出去。咱们家咋分？公平的分，所有财产1式5份，你我1份，其他人各1份。老四还没成亲，他的我们暂时代管，等成亲后再给他。如此也行，银子左右没有，家里的饥荒他们也得帮忙一起承担。是这个理儿，没的只分财产不分债的道理。如此的话，咱们留一个养老的事儿啊，也可以暂时不提，以后谁孝顺叫谁养老就成。5个人5份，就等于4个儿子全分出去了，包括还没成亲的老四，也就是个形式。咱们手里有银子，买几个下人，还不比那几个白眼狼好，还不用看他们眼色。那就这么干。第2日，娘，不知道当家的在学堂吃饭没有？哎呀，在外头啥都要花银子，他又知道家里不容易，一省再省，上次回家瞅着瘦了好大一圈。上次不就是前段日子的事吗？爹娘昏迷在床上生死不知，他拍拍屁股就走了。徐大牛真是个孝子。娘，冤枉啊，大牛不知道多想留下来照顾你们，大夫说你们无碍他才赶走的。学堂咱们家是交了束修的，不去人家也不给咱退钱不是。加上大牛知道你们一直希望他学业有成，怕他耽搁学业，你们醒来反而着急上火，这不才强忍着担心去的学堂。现在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心思念书，不知道担心爹娘担心到啥程度了。我也知道老大是孝顺的，等他回来呀，我们会和他好好唠唠的。娘，这些个鸡蛋，要不我们托人送大牛学堂去，给他补补身子。鸡蛋一会儿我和老头子要带上山去，相信老大嫩孝顺，也想给我们都补补身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要吃鸡蛋，要吃鸡蛋！你个死老婆子，天天抢我们鸡蛋吃。就是你们俩天天抢我们的鸡蛋，臭不要脸！你们闭嘴！娘，2个孩子就是馋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还小，我一会儿回屋就训他们啊。孩子没教好都是爹娘的过错，他们骂我们老不死的就算了，别以后等你老了也这么骂你才好。老二，去把藤条拿来。老三、老四，你们1人按1个。爹，他们知道错了，真的。老三、老四，来了。爹，儿媳求你别打我俩娃，他们还小。老二媳妇，把你大嫂拉屋里去。不要，你们不许碰我孩子。下次再敢骂我和你们奶，就不只是捂辫子了。爹，孩子有错，好好教便是。现在你看，屁股都打肿了，等大牛回来看见该多心疼啊！我怎么跟他交代呀？老大回来你先问问他孩子骂我和老头子老不死的，问问他是怎么教孩子的，问问他眼里还有没有自己爹娘，还是你们都盼着我们早点死啊？徐大牛娃子竟然敢骂自己爷奶老不死的，他咋教孩子的啊？他不是读书人吗？大牛都不在家，肯定是韩氏没教好。你看他平时对他婆啥态度不就知道了？是啊，这些年我都没见他出来干过活，谁家娶进门的媳妇不干活的？
最近干了，我看见他进山打猪草了，看见好几回了。他干活不是应该了吗？徐家要供他家里的念书，银子都是他们花了，不该多干点啊？你说的也是，确实是银子都给大牛念书了。哎呀，这老陈氏徐老头真可怜啊，是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被孙子指着鼻子骂，这打几下你看你们看看这韩氏兄弟恨不得吃了他们。我看呐，他们以后也甭指望徐大牛养老，没啥指望得上的。哎，养那么多年，平日里他们对孙子孙女多好，你说心里该多难受啊！哎呀，没良心呐！韩氏也不是个孝顺的，指不定就是他教孩子的。哎呀，肯定是啊，孩子那么小知道个啥？爹娘，你们打得对，这么小就敢骂长辈，是要好好教训。这都打轻了，儿媳妇儿回屋里一定好好教他们，你们放心。大家先回去吧啊，就俩娃子不懂事儿，不耽误大家干活的时间。老大家里的记得去打猪草啊。知道了，一会儿就去。娘，疼！娘，我饿。娘出去给你们拿饭。也好吓人。等你们爹回来，让他给你们讨公道。你们先乖乖躺着，娘去拿吃食给你们。记得翻着面睡啊。知道了。最好摔死在山上，别回来。两个老不死的，打他闺女和儿子。老头子，咱们今天往哪儿走啊？还去昨天那地儿吗？咱们今天往右边走。哎，咱们今天小心一点，这边的蛇估计有点多。啊，一会儿你看见想办法收你空间里去。蛇胆、蛇皮、蛇油都是好东西。我就是看到本能的紧张，再想收进去就不见了。啊，没事，紧张咱们就不收。黄芪都长这么高了，地下的药材不会小，起码有10几年了吧？有了。老头子，这里还有一颗呢。哎，一会儿就来。老头子，我们是要发财了还是我眼花了呀？嘿嘿，你没眼花，咱们确实是要发财了。五味子是中药没错吧？确实是药材没错。咋没人摘呢？可能没人认识。老头子，这东西要晒干入药，咱们怎么晒？家里这么多人。现在太阳大，前头不是有片平坦地吗？咱们明天带簸箕就在这山上晒，反正最近我们早上出门，天黑回家。成，咱们就在山上晒，背回家路上村里人问咱们也不好说嘛。明天咱们俩再早点来。回吧，天不早了。走。如此又忙活了几天，徐家兄弟对爹娘天天上山天天空手回家的事儿已经是习以为常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当家的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哎，爹娘，你们身子可好了？儿子在县城可担心了。没死，你大忙人哪里好让你挂念？那学业再忙也没有爹娘重要啊。儿子用功念书也是为了让爹娘早日过上好日子，报答爹娘对儿子的养育之恩。行了，别逼逼了，赶紧吃饭。要说啥呀，一会儿你们两口子关上门慢慢说。娘啥娘啊？你娘我现在要吃饭，你要是不吃就回屋去。当家的，你快坐下。二弟妹，麻烦你再给拿一副碗筷来。咋回事？爹娘对我咋那冷淡？当家的，咱们当时说不给他们找大夫的话，他们好像听到了。听到了？不是昏迷着吗？你确定？估计是人醒不过来，脑子清醒的。